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70岁开始突然急速衰老的人以及不衰老的人》这本书。我将给大家介绍导致70岁开始突然急速老化的绝对不能做的6件事。首先，绝对不能做的第一件事是通过节食或过度运动来减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会开始尝试通过控制饮食量来减肥。但是根据这本书的说法，年纪大了反而更应该补充营养，而不是限制食物摄入。作者强调了不应该通过节食来减肥的重要性，因为节食减肥会引发3种恶性循环。这3种恶性循环包括更容易积累脂肪、营养不足、细胞水平出现问题。节食减肥会导致身体更容易积累脂肪，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饮食限制导致营养不足，身体会减少能量消耗，以便用较少的能量来维持生命。身体会更有效地吸收摄入的最低限度的卡路里。由于食物摄入受限，全身各种营养素都可能缺乏，包括蛋白质、胆固醇和脂肪。尽管可能会在外表上看起来瘦了，但皮肤可能会变得暗淡，白发增多。这样一来，虽然整体形象看起来瘦了，但实际上却显得苍老不堪。最近的研究表明，进行节食减肥可能会导致细胞层面的各种问题。大多数生物都通过分解糖并产生能量，人类也不例外。通过利用这个循环中得到的各种物质，我们才能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然而，通过减少饮食量来进行节食类型的减肥会导致不良后果，因为这会使身体在这个循环中无法正常运转，从而导致代谢下降，引发细胞层面的各种问题。因此，在年龄增长后，绝对不要尝试通过节食减肥，相反，应该增加饮食的多样性和营养丰富度。绝对不能做的第2件事是退休后仍然追求不切实际的再就业。60岁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个阶段，许多问题都会浮现出来。退休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生活分界线。作者指出，退休后人们可能会感到生活变得乏味，因为他们更容易无法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可能是由于大脑前额叶功能下降，导致情绪控制能力减弱。一个人在40多岁时，大脑前额叶的工作效率可能达到全盛时期的 95%， 而到了60岁，这个数字可能会下降到 85% 左右。仅仅20年间，功能就下降了 10%。此外，在退休后，人们可以摆脱公司或组织等对自己的束缚，因此更容易失去情绪控制。在现在这个被称为100岁时代的社会中，60岁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年轻的阶段，而且在开始领取养老金之前还有几年的时间，因此许多人选择在退休后继续工作。然而，作者指出，对于退休后的第2份工作，需要谨慎对待。通常情况下，很难在第2份工作中获得比原来工作更好的条件。尽管薪水可能会下降，但也会面临各种压力。除了大脑前额叶功能下降外，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会对精神产生相当大的负担。由于这些因素，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中年和老年人因为第2份工作而患上抑郁症或类似疾病的情况。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为了避免经济风险或保持社会联系而继续工作的趋势，但这仍然因人而异。如果自己真的有想做的工作，那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没有的话，也许在退休后寻找生活中其他的乐趣会更好。为了避免在退休后感到无所事事和失去人生目标，建议在退休之前建立职场以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尝试培养兴趣、交朋友，或者成为公寓自治会或社区组织的干部，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都是公司职员的人来说，退休后会感到巨大的失落感。因此，对于中年和老年人来说，寻找退休后的新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做的第3件事是继续依赖比自己更早离世的父母。近年来，即使是中年以后，依然依赖父母
而成为宅男的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这样的人主要出现在当前40多岁的一代人中，而如今的60多岁的大多数人已经独立自主地赚钱，并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立。继续依赖父母并不明智，因为他们的生命比我们的更短暂。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些人选择亲自照顾父母，这是一项艰巨而尊贵的任务。但无论孩子们多么努力地照顾父母，最终都要面对他们的离去。当父母去世时，每个人都会感到悲伤，但那些长期照顾父母的人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因父母去世而导致抑郁症的中年和老年人越来越多。为了避免这种悲伤，我们必须认识到父母终将去世，并逐渐接受这个现实。死亡可能是令人震惊的，因此我们需要时间来适应和思考。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死亡，但通常我们都会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忙于工作和家务。然而，为了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我们需要正视它，并接受它，而不是回避。绝对不能做的第4件事是科学上毫无效果的脑力训练。最近，为了预防认知衰退，人们越来越喜欢进行所谓的脑力训练。在书店里，您经常会看到许多关于大脑训练的书籍和练习册，但遗憾的是，根据最新的海外研究，从预防认知症的角度来看，脑力训练几乎没有意义。在阿拉巴马大学对2832名老年人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老年人进行了脑力训练，练习的任务测试分数有所提高，但其他认知功能却没有明显改善。换句话说，脑力训练虽然能提高特定问题的解决能力，但并不能全面提升大脑的功能。例如，如果只是不断解决拼图，虽然拼图水平会提高，但对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益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认知症呢？据本书所述，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他人交谈。与他人交谈会促使我们的头脑更活跃，因为在交流中，我们可能会收到意料之外的回应。在对话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思考。有人说，与他人交流可以防止老年社会孤立，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并不需要与不想交往的人保持人际关系，但有几个真正理解您的朋友，您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丰富。绝对不能做的第5件事是像学生时代那样的输入式学习。最近有很多70多岁的人考虑重新学习以保持大脑活力，因为已经退休，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供利用。阅读书籍并积累新知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然而，也许有些人需要重新审视学习的定义。有些人常常认为学习就是通过死记硬背来获取新知识，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一直被强迫接受这样的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学习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为了避免晚年完全丧失认知能力，输出比输入更为重要。很多人年纪大后抱怨记忆力减退，但作者指出这是一个误解。的确，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可能经历记忆力减退，比如经常忘记朋友的名字等，但这并不代表您的记忆力减退了，而是因为记忆提取过程受到了干扰。大脑在持续接收新信息并覆盖旧信息的情况下，越来越难以提取旧的记忆。如果不断输入新信息并覆盖旧信息，旧的记忆就会被埋葬在大脑深处，难以提取。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输出路径，即使是再旧的记忆也能够迅速被提取出来。最近的研究还指出，由于前额叶的萎缩，意志力会减退，从而导致记忆的提取能力下降。想要回忆起忘记的事物，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但随着年龄增长，由于意志力减退了，人们可能会放弃这种努力，导致无法提取旧的记忆。进入60或70岁的人已经在人生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因此，与其输入新知识，不如输出已经积累的知识更为重要。那么，应该如何进行输出呢？只是向别人炫耀自己掌握的知识，并没有任何意义。作者认为，知识的真正意义在于加工。那么，什么是知识的加工呢？
知识的加工不是简单的将所知内容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这样做就好像横向排列别人已经给予的信息一样。真正能够进行知识加工的人，会为某一事物提出独特的解释或观点，展示独特的视角。然而退休后，与人交流的机会逐渐减少，展示独特视角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博客或社交网络就成为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这些平台，可以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从预防老化的角度来看，保持大脑处于输出状态非常有效。此外，如果要发表信息，尽量表达与他人不同的观点也是很有效的。通过故意表达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可以养成自己思考并表达想法的习惯。年轻人的输出往往过分追求社交媒体的吸引力，过于在意他人的关注，导致他们的表现变得不够真实。相比之下，中老年人应该能够做出更具个性化的表达，因为他们已经拥有长达60或70年的丰富人生经验。每个人都走过了不同的人生之路，因此我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过分关注他人的目光，而是努力输出一些独特有趣的内容。只要保持追求有趣的事物，您的身心都会保持健康和年轻。绝对不能做的第6件事是不喜欢的事情或不想做的事情。最近我们常听到一些健康建议，比如吃这个对健康有益，要保持活力就要多运动等等。尽管本频道上也根据科学知识提出了很多这样的建议，但本书作者认为，无论这些建议在科学上是否正确，如果您不喜欢做某事，就没必要勉强自己。作者指出，为了健康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会增加压力，反而可能损害健康，这是本末倒置的。因此，到了70岁之后，重要的不是遵循科学建议，而是是否从内心喜欢做某事。您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些宽松的规则，比如，如果无法做某事，就考虑其他可以尝试的事情。例如，如果您不喜欢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不喜欢健身，可以尝试整理花园等等。找到适合自己的替代活动非常重要，这一点在人际关系中同样适用。如果年轻时不擅长交际，现在迎来了享受晚年时光的机会，也没必要勉强维持人际关系以防止社交孤立。您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每周发表一次自己的看法，来轻松地建立社交联系。在老年时期，没必要勉强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重要的是珍惜自己仍能做的事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